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邓梅。新疆这场70周年大典本来是习近平要秀权威的大舞台，结果镜头一出，网友全炸了。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继续神隐，新疆军区的2大军头司令柳林、政委杨成也突然不见了。这还不算，习近平的心腹前新疆书记马兴瑞同样消失。一次活动3个关键人物缺席，外界立刻怀疑这是巧合还是清洗名单被曝光。更尴尬的是，习近平全程愁容满面，眼皮浮肿，笑都笑不出来。底下一排排军官全都绷着脸，好像木偶上台。这场本该唱响团结胜利的戏码，反而成了一场诡异的缺席秀。3号下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驻地部队的上校以上军官以及部分基层模范和文职人员，并合影。习近平以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向驻新疆部队表达问候。镜头中坐在他身边的是随行的军委委员刘振立以及疑似空降兵出身的军长文东。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次依旧没有露面，还有原本应该是高调亮相的2大军头新疆军区司令柳林中将和政委杨成中将却双双消失。这下外界炸锅了，这2人是不是也出事了？要知道，这可不是小场合，而柳林和杨成在这种场合缺席，基本等于被拿下的信号。诡异的是，习近平接见新疆军官时愁容满面，面色晦暗，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心事重重，眼皮似乎肿得都睁不开。习一直板着脸，一丝笑容都没有，底下的军官们也全都不敢笑，都绷紧神经，没有半丝表情，好像一群木偶排排坐。更绝的是，据传现场的椅子背后全贴着白纸条，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名字，谁该坐在哪里都标注好，好像是学生考试对号入座，生怕有人做错似的。唯独中间那张空空荡荡，没有标签，暗示此位至尊不容僭越。网友忍不住调侃说，要是谁眼神一花，真的坐上了习近平的椅子，那场面恐怕比军演还刺激。翻看今年年初的《新疆日报》，1月14号，中共新疆军区党委13届8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时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会第1书记马兴瑞，时任新疆军区党委书记政委杨成和时任新疆军区党委副书记司令员柳林，当时还在同台演讲。结果马兴瑞7月突然另有任用下车，现在新疆军区2位核心将领又消失了，这背后难道还有连环账要算？在马兴瑞主政新疆期间，军区政委杨成、司令柳林作为军区高层，理应和地方一把手保持紧密互动。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
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按照中共的官场逻辑，地方书记和军区主官之间往往关系密切，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今马兴瑞突然被免，官方又刻意模糊处理，而杨成、柳林在习近平的重要接见中双双缺席，这种不露面绝非寻常小节，而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政治信号。种种迹象叠加在一起，给外界呈现出一种主线人物被拿下，配套人马同步失踪的连锁清洗图景。而军方动荡并非首次上演，但外界始终等不到任何官方的明确证实。今年8月，习近平在西藏接见军队干部时，西藏军区司令王凯就人间蒸发。再往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两会后失踪，至今传闻不断，一个个将领消失，没有通报，没有交代，只剩下照片里空着的座位，这样的静悄悄大清洗才是最毛骨悚然的地方。习近平的军队正在变成一场没有硝烟的清算战场，中共军队大清洗还没有完。在新疆这片最敏感的土地上，习近平带着一人就是整个体制的姿态现身，外界看到的不是自信，而是恐惧；不是稳定，而是焦虑。这次新疆之行规格不低，习近平亲自带队，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挂帅代表团团长，习家大管家、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同机抵达。其他随行官员包括中共统战部长李干杰、中共人大副委员长雪克来提扎克尔、国务委员陈怡琴、政协副主席王东峰、副总理何立峰、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小洪等。阵容齐整，习近平几乎把习家班底都带上了飞机，可偏偏少了一个人，马兴瑞还是不见了。独立视频人蔡申坤在社交媒体 X 平台调侃，他说：“习近平去新疆，马兴瑞没跟，看来又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而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胡春华早年在西藏淬炼过，当过党委副书记，算是边疆试炼的一员。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他堂而皇之地跟着习近平一同赴西藏出境，还重走习的老路，赴林芝参观重点工程雅江电站，怎么看都有培养接班人的味道。反观马兴瑞就尴尬得很，他同样曾在边疆打过活，当过新疆书记。理论上，习近平这次高调赴疆，他应该是跟在身边亮相，结果偏偏习近平就没带上他，整个人消失不见，怎么看都是凉凉的味道。一边是胡春华在西藏重走习的老路，一步步往接班的阶梯上靠；一边是马兴瑞在新疆被抛下车，任由外界揣测。这种强烈对比，无声胜有声，谁被看中，谁被抛弃，答案已经写在箭头里。今年7月1号，习近平的大亲信马兴瑞突然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的职务。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另有任用，问题是至今3个月过去，新的任用没有任何下文。马兴瑞年仅66岁，既没有到退休年龄，也未满任期，就这样被拿下，显然另有任用，只是官方的托词。这恐怕是对习近平的又一次暴击，因为接棒者竟然是老对头王岐山昔日的笔杆子陈小江。这位常年打磨于纪检战场，后又转身统战系统的冷面刀手，如今从幕后阴影中现身，直接空降到这片最敏感的红色禁地。蔡申坤还爆料，马兴瑞上个月虽然已经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上班，但是随时还要配合中纪委对他老婆的调查。可以肯定，马兴瑞的政治仕途结束了。种种迹象显示，马兴瑞很难撇清家族敛财腐败的关系，步前任陈全国的后尘，打包回家是最好的一条路。
外界对马兴瑞的落马原因有几种猜测，但都离不开钱袋子。一是航天系腐败窝案涉嫌庞大军工资金；二是广东、新疆官场腐败、地方派系斗争留下的旧账。时评人杜正在台媒撰文表示，广东才是马兴瑞的命门。据传，恒大许家印在被拿下后，供出了一串高官名单，其中赫然就有马兴瑞的名字。更加惊悚的爆料来自旅澳反共博主蒋网正，他说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已经在7月5号被中纪委带走。荣丽不仅仅打着彭丽媛闺蜜的名号四处敛财，还被指通过香港把70多亿元人民币转往加拿大、新加坡的家族账户。后来，马兴瑞的胞弟马兴全和生活秘书李光禄都传已被带走。马兴瑞和彭丽媛确实是山东运城老乡，彭家和马家是世交。金融时报曾经披露，在习近平正式掌权之前，马兴瑞就时常出入习家。虽然他既不是福建帮，也不是浙江帮，但被视为是最贴近习近平的高官之一。马兴瑞是哈工大博士，37岁就当了副校长。1996年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2007年升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2013年转战政坛，任工部副部长兼国家航天局局长。随后仕途一帆风顺，广东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省长，一路高升。2021年底空降新疆，2022年更进入政治局。这样的履历，从航天少帅走到新疆书记，马兴瑞的升迁之路虽然和彭丽媛有很大的关系，但随着习近平对他了解和接纳，他也逐渐地成为习家军宫系的爱将。如今突然掉线，自然耐人寻味。在9月3号阅兵式上，马兴瑞虽然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但是他脸色凝重，双拳紧握，额头见汗，还时不时伸手擦拭，整个人显得心事重重，充满焦虑。马兴瑞当时应该已经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新疆之行本该是习近平展示一统山河的舞台，却因为马兴瑞的缺席，反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马兴瑞到底是另有任用，还是另有下落？习近平的亲信为何一个个掉队？习近平的核心圈会不会正在被内部的大清洗逐步吞没？习近平9月24号在新疆听取党委和政府工作报告，并给出振奋人心的指示。表面上说要维护大局稳定，实际上就是把新疆变成一个庞大的军事管控实验场。所谓的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听起来像是基建，实际上是把监控和维稳的触角扎进每个角落，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一种无形的囚笼。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这句话最讽刺。老百姓本来应该是受保护的对象，如今却被动员成了防线的一部分。人人互相监视，人人都是维稳工具。再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翻译一下就是强行抹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统一套上中国化的外壳。什么文化润疆，实际就是文化同化；什么以文化人，就是以党化人。至于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俗观、文化观、宗教观，这5连鞭一甩，就是要告诉新疆人，你不能有自己的观，你只能有党的观。他还说，把保稳定、促发展作为培养干部的大课堂，意思很简单：新疆不再是人民的家园，而是党校的操场、官员的政绩考场。百姓的痛苦、被压制的自由，都只是磨练干部意志的教材。至于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新疆早已是一个彻底高压的政治监狱，何谈清明政治？最后还不忘强调兵团，说什么战略力量、高质量发展。兵团在新疆一直是特殊的政治工具，用来控制土地、人口、资源。如今又要深化改革，不过是把这个殖民工具打磨得更高效。
总结起来，习近平这番讲话完全不是在谈什么新疆的未来，而是一次对新疆进一步同化、镇压的政治宣言。外衣是稳定和发展，内核却是控制和消音。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在新疆一路高压，从严打到再教育营，从反恐到文化同化，整套铁腕工具箱全数砸下。但结果呢？新疆依旧不稳，反弹声音更大。时间线拉回到2014年4月27号到30号，习近平亲赴新疆视察，口气极硬，说对暴力恐怖活动必须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打击，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结果语音未落，当场立刻打脸。就在2014年4月30号，习近平视察的最后一天，乌鲁木齐发生恐怖袭击，造成3人丧生。短短不到1个月后，5月22号，乌鲁木齐再遭袭击，这回更惨，31人丧生。到了2019年，《纽约时报》披露的内部文件直接揭穿，习近平在讲话里要求全面开展反恐怖、反渗透、反分裂，动用专重机关，还喊话干部不要怕敌对势力说3道4，也不要怕抹黑新疆形象，简单粗暴4个字，毫不留情。近几年，国际焦点转向再教育营和强迫劳动。联合国人权组织、欧美多国都指控中共行为已经构成种族灭绝。海外多方消息来源证实，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关进在教育营，而且拘押营都在向监狱式营地转变。观察人士直言，这就是习近平的铁腕逻辑，维持对新疆的绝对掌控，什么都可以牺牲。新疆的稳定是靠高压和恐惧维持，而习近平的铁腕则让新疆陷入了一场更深的寒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